在康斯坦丁的职业生涯里，坑过的伙伴同胞不计其数，能让他良心痛的人不多，但阿斯特拉算上一个。一次做法中，扎康召唤出恶魔，以恶制恶，本意是驱散阿斯特拉从地狱请出来的保镖，可没有一个恶魔是无辜的。作为出场费，他将女孩阿斯特拉视为祭品，活生生拖下了地狱。多年来，阿斯特拉在地狱混得有声有色，这次他要把所有罪恶的灵魂释放到人间，目的就是报复社会。被灵魂附身的人将成为重生者，不死不灭。扎康与传奇小队联手解决掉了重生的妖僧拉斯普京。扎康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亲自到地狱见了阿斯特拉，心里有愧疚。扎康不愿意放弃他，与之为敌，希望他把那些灵魂召回去，别在人间叫唤。阿斯特拉怎能答应啊？那些恶灵能为他带来利益，加之自小被地狱欺凌长大，如今翻身自然享受着欺凌别人的快感。他当着康斯坦丁的面处决了马歇尔，以此作为警示，谁帮扎康就是跟自己作对。无奈他只能回到人间。另一边，海伍德正琢磨着影像里的女人到底是谁，贝拉德就呼他过去了一趟。众人这才从扎康口中得知了来龙去脉。阿斯特拉作为一个凡人，又坠入地狱，基层摸爬滚打，受着欺压走到今天，曾经的人性早就消失了。听到这的雷和扎康都是一脸惋惜。萨拉表示好极了，这事儿的起因终于和我们没关了。为了防止送下去的重生者又被阿斯特拉送上来，传奇小队决定抓住一个关注一个，直到永久解决这件事儿。贝拉德要请假一天，原因是父亲过生日，而且必须带着海伍德，让他扮演自己的教授。家人们都以为他在商学院进修。总之，他让萨拉放心，反正现在又没时辰。下一秒，时辰来了，那哥俩早就没影了。这次的 bug 来自1947年，被誉为世界媒体之都的博班克。那里人才济济，是好莱坞发展的黄金年代，也是犯罪团伙最嚣张的年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迪士尼总部就在博班克。说到这次的重生者，他可算是洛城的幕后掌控者之一。这次的重生者小虫班杰明·西格尔乃是40年代出了名的天王，又被叫做情枭，意思是情商极高。西格尔能从一个小白脸混成黑老大，靠的也是情商。这之中的风云往事，各位可以去参考2部电影《巴格西》和《洛城黑帮》。在那个好莱坞的黄金年代，不少大佬与西格尔结交，这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 DC 的杀手，漫威的卧底，粉丝的一生之敌华纳兄弟。西格尔玩的就是西海岸，出事之前曾孤注一掷，在拉斯维加斯建立了火烈鸟，也为现在的拉斯维加斯打下了基础，最后亏得裤衩都飞了。如今火烈鸟的价值翻了不知道多少倍，只需要知道后面都是零就行。紧接着发生了一起美国黑帮史的著名悬案——西格尔遇刺案。此案正与本期传奇小队的主线有关。1947年6月20号晚上，西格尔被不明枪手击杀，致命一击从右眼打入，贯穿头部，时至今日也没能查出凶手是谁。原因很简单，西格尔树敌太多，光是嫌疑人就能排到洛城外头了。这个悬案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言归正传，萨拉下令分头行动，雷扎康与他组成行动组，艾娃和米克坚守阵地。三人抵达1947年，魔法指引着他们来到了一家侦探事务所，这里也是恶魔出现过的地方。地上的残留物证明侦探已经死了。不忌口的扎康尝了一嘴，咂摸之间吃出了受害者死于烈火，而且是地狱之火。情到深处就要点烟呢，总有一股力量阻止着扎康抽烟，那股力量叫做限制剂。三人都不用推测，凶手指定是重生者。扎康刚拿起桌上的火车要用，门口闪过一个人影，见到房门开着，匆匆逃命。追出去一看是个女人，她来找侦探的。雷灵激动表示，这黄毛叫毛利小坦丁，我是他的搭档雷伊基，这是秘书小拉。女人这才自报家门，她叫珍妮，这次来是希望侦探们能帮助她离开男友。她男友叫西格尔，是个帮派老大，自己上个礼拜亲眼看着他死在乱枪之下，如今他又复活了，这不就巧了吗？西格尔复活后雄心壮志，开了间名叫蓝蜥蜴的酒吧，里面鱼龙混杂，黑白都掺，是个不法之地。每个人都对西格尔马首是瞻。说到这儿，珍妮面露苦涩，她很想离开这个魔鬼，但又怕被杀掉，这才求助侦探事务所。萨瑞建议他先出城避难，等我们彻底解决。珍妮又称自己没钱逃命，扎康一眼就判断出珍妮在骗人，雷心一软，掏出一沓钞票，一脸正义的表示会保护他的安全。扎康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招呼秘书送客。该配合他演出的萨瑞视而不见。雷得知自己被骗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萨瑞则是决定去蓝蜥蜴走一趟，先派艾娃和米克到里面踩点，监视这里的动向。米克只要是能喝酒，啥活都干。雷扮成了警察，等时机成熟，活捉西格尔。萨瑞和扎康就在对方不远处，找机会引蛇出洞。没一会儿，他们看到一个人，正是不久前求助的珍妮。这个狡猾的女人真不怕摔倒，珍妮同样看到了他们，惊得转身就走。
好来不好走啊，两人堵住了去路，这下只能把事儿抖了干净了。西格尔掌控着政客和影视，连警察也以他为首，主要原因是西格尔手里有把柄，不堪入目的那种。里面的主角全是珍妮，美人计是西格尔操控所有人的手段，一旦那些照片曝光，他就没法活了。现在接近西格尔就是为了拿回证据。闻言，扎康与萨瑞对视眼，美人计那得船长亲自出动，此处无欧贝贝胜有欧贝贝。作为一个老色批，西格尔直接中招上前搭讪，他是个生意人，自然知道白嫖是不可能的。萨瑞假扮成了手中握着半数高官的黑料记者，而那些黑料全都放在车里了。有兴趣的可以跟他去看看。这个眼神懂得都懂。西格尔起身就奔后面而去，本想叫着雷一网打尽，却被其他帮派捷足先登。正是美国教父米奇·科恩的手下，这对死而复生的西格尔来说不值一提。哪怕他被打成了筛子，手中的魔法左轮依然秒杀了全场。雷适时的出现准备逮捕，没想到上面的人亲自出现，客客气气的把西格尔接走了。剩下的任务只能交给雷这个假警察了。萨瑞和扎康回到了城堡号，让米克二人继续待命，期间随意吃喝，公款报销。米克看着五大三粗，文化程度可不低呢。That you were the boss of a massiv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, and now you do diddly squat. 简单一句话总结了艾娃的一生，压根儿就反驳不了啊。回想起那把魔法左轮，扎康有个可怕的想法，这可能是来自地狱的武器，利用它可以消灭地狱下面的恶灵。他们必须先得到魔法左轮。警局内，雷时刻关注着西格尔，这家伙跟回家一样，警长都客客气气的，还得好吃好喝的招待着。雷看不惯这种腐败现象，正思考着如何拿到魔法左轮。一名叫做沙利文的警察顺路帮他解决了工作。沙利文也是个看不惯黑恶势力的警察，正义的雷和他几句话下来，聊得相当投机，心想这家伙也许能帮上大忙。城堡号上，萨瑞和扎康静等着雷的好消息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要想好备用计划。扎康正想点根烟，就翻出了之前那包火柴，看着后面的地址，灵感一下就到位啊！他夜里秘密会见了珍妮，一个为了拿回照片，一个为了魔法左轮，合作共赢非常可取。扎康能看出来，他就是个好敲诈的名媛。珍妮也从来没有信过他叫毛利小坦丁啊。事务所原本的律师就是因为找到了照片惨死，聪明的律师把照片藏在了一个地方，位置就写在了火柴上。珍妮是最容易亲密接触西格尔的人，扎康让他想办法去拿到左轮，届时自己会用照片交换，两人一拍即合。酒吧里，米克和艾娃从天南地北聊到传奇过往，不知道多少杯酒下了肚，相互比惨中接到了萨瑞的新任务，想办法清空酒吧所有人。他们行动组已经找到了抓捕西格尔的办法。醉醺的艾娃直接登台唱歌，你以为听到的是这样？其实能听到的是这样。警局内，雷还没有收到扎康的消息，他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——搜身。警长疯狂阻止，西格尔也戒备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一通电话打了过来，是 Sarah。他之前就给西格尔留下了情报探子的印象，这次打电话是警告西格尔，有人要在兰西义酒吧找麻烦。于是，警方派了专车护送西格尔，雷只能在一旁干瞪眼。无线电里，扎康突然让他放心，仔细一看，专车司机正是扎康。珍妮就坐在后座，打算靠亲热顺走左轮。又是一辆车停在雷的面前，是刚刚的正义小警察沙利文，他要去打击黑恶势力，并邀请雷一起加入。雷自然不会拒绝。此时，酒吧的人都被艾娃这个死亡歌颂者抬走了。赶到门前的西格尔亲热之后就走了进去，他指责萨瑞小题大做，浪费时间，就因为这么一个死婆娘叫自己过来。萨瑞自然是护妻的，一顿臭骂之后直接动手。米克此时心里只有一个字儿：不堪一击。众人直接将西格尔带回了城堡号。2044年，贝拉德和海伍德到了家。瞎话这方面，海伍德张嘴就来，这是穿越者的必修课程。很快，贝拉德的网红姐姐也回了家。海伍德是越看越眼熟啊，给自己留言的女人不就是她吗？介绍之下才知道，她叫查理，目前拥有5100万粉丝，有事业有颜值。海伍德沉浸在之前的影像里，以至于被查理当成了傻子。海伍德试图叫贝拉德解释，不愧这家人呢，贝拉德也把他当成了傻子。饭桌上，家长少不了那句灵魂提问：有对象了吗？他们家族的传家宝是图腾，也就是贝拉德的能力来源。
家人都以为传家宝丢了，实际上是被贝拉德偷走去当英雄了。他一边哭着惋惜，一边拉紧袖子，全程海伍德都在注视扎利。用餐过后，他翻起了杂志，这才知道扎利是因为尼禄之战爆红网络。海伍德询问他有没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扎利很快就承认了。事实上，他从见面开始就感觉自己和海伍德相识过，只不过记忆里的东西很模糊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贝拉德偷了图腾去干什么事了，希望海伍德能帮忙照顾这点。真要进一步，好兄弟就出现了，两人只能不舍得分开。事成之后，扎康和珍妮见了面，照片就藏在了墓地里。扎康本想一把火点了，珍妮却抬枪对准了他。他一直想得到照片，并不全是因为自己，还想因此掌控西格尔的势力。别叫珍妮了，女人改名叫贪婪。扎康衷心地给了他一个建议，烧了照片，远离洛城。掌控这些把柄，迟早被人盯上。见他不放弃，扎康自己先放弃了。没错，就是不套开呀。雷跟随沙利文也赶到了墓地，本以为是要进行抓捕，哪知这沙利文也不是什么好鸟，他专门过来处理证据和证人，也就是除掉珍妮。数把枪对准了雷，他也只能吃瘪。达成和解，扎康接过左轮，里面只剩下5发子弹了，两人分道扬镳。不得不恭喜扎康抽上了烟，被铐住手的雷只能疯狂的按喇叭提醒扎康。他瞬间领悟伙伴的意思，可为时已晚了，一声爆炸带走了珍妮和照片。这种事情在这个年代稀松平常。扎康没有难过，转身离开。船上，西格尔被关了起来。赶回来的扎康指责西格尔畜生，后者反口咬他创造了阿斯特拉。咱俩谁也别瞧不起谁，这倒是给了扎康提醒。他嘎了西格尔的血，点火前往了地狱。地狱里，扎康有了情绪，连开4枪，硬闯到了阿斯特拉面前。这魔法左轮只剩最后一枪，他依然不想跟阿斯特拉为敌。这次就是为了告诉他自己绝不放弃，一定会想办法转变阿斯特拉。女人和西格尔都不屑地笑了，因为康斯坦丁的承诺最不值钱。扎康也笑了起来，但突然用最后1发子弹崩了西格尔，算是为珍妮报仇了。回到人间，他谎称自己中了阿斯特拉的圈套，西格尔阵亡了。出于信任队友，没有过问，但雷闻出了端倪，他上前去花里胡哨地告诉扎康，我女朋友诺拉曾经可是大反派达克的女儿，算是个魔鬼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在一起很幸福，因为我当初没有放弃她。得知扎康没有对阿斯特拉开枪，雷咧嘴一笑，感叹康斯坦丁也成了老好人。艾娃的酒劲还没过去，萨拉提醒米克别拆台。I spat in that old prison habit. 好家伙，越狱梦幻联动，见艾娃玩得开心，萨拉也笑了。米克识趣地跟着捧哏。另一边，海伍德正要跟着贝拉德回去，扎利就翻出了当年尼禄之战的视频，一眼就认出了视频里的海伍德，难怪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强迫哥俩说出实情，否则就把事儿告诉爸妈。不得已之下，贝拉德只能开启传送门，把这个大嘴巴姐姐送进城堡号，下场就是无止境的惊吓惨叫。大拇指在下面点，明日传奇插个眼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